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纪讲堂。我们今天又很难得的请到我们于博士于茂春教授来我们节目。于教授好。曹先生好。我们上一次在谈是在台北，8月11号啊，今天跑到9月28号在美国来谈，时空都不一样。这1个多月来，好像中美台之间好像都出现不少变化啊。首先就说最近这个川普对普丁态度是不是有什么转变？是不是有趋于强硬的感觉？曹先生，不管在什么地方跟你聊天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啊。所以说，在台北或者是在美国谈论的话题，都是同样有意义的啊。你刚才讲到这个川普先生对这个普京的这个态度的问题，这东西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采取最终的有决策性的、有重大后果的军事、政治、外交的这个行动之前，他总是要竭尽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个直接冲突啊。这就是川普先生跟这个普京先生的交往的一个基本的路数。所以说呢，我对川普先生所谓的转变啊，他的这个改变啊，并不奇怪，因为美国就这样，他是尽最大的努力去避免直接的冲突，导致不必要的这个伤亡。实际上呢，在谈判过程中间呢，这个川普先生他也是仁至义尽，然后呢跟普京的苦口婆心讲了一些利害关系。但普京呢，他这个亲热诚信的人，他自己呢也生活在一种我觉得在一种这个迷失之间，他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啊，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啊，对美国保护自己的盟友啊，尤其是北约国家这些他们的这个主权领土啊，他有误解，所以他天天飞飞机到阿拉斯加旁边去挑衅，到美国当然要采取行动。因为俄罗斯它实际上在很多程度上经不起打击的啊，它很多方面，那么川普先生他实际上他是除了直接对俄国的态度转变之外，他实际上对俄国的这个后路呢也采取了一些非常强硬的措施，比如说他的第2次这个制裁啊 ，secondary sanction， 对印度、对中国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他采取了一些非常非常这个坚决的这个态度。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俄罗斯这个仗他实际上打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呢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很多方面是必然的。那现在看起来，泽连斯基跟川普见面嘛，泽连斯基好像自己讲说，我们跟美国还是很好的朋友，好像他这个感觉，美国现在对他的支持力度先变得大很多，而且美国现在好像也支持乌克兰去攻击这个苏联本土。您在看这个大概俄乌战在川普这种态度之下，会不会比较早结束啊？我想这个结束俄乌战争呢是大家共同的事情，美国当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啊。实际上就说你刚才说这个泽连斯基突然意识到美国也是乌克兰的朋友，实际上美国从来就是乌克兰的朋友美国从来就是把乌克兰当作一个被侵略的一个国家，独立主权的国家。但是呢，在这个为了外交谈判上，就说川普先生他没有必要天天的去指着俄国的鼻子去骂，说你是侵略成性的国家，这样子的话，对这个战争的结束呢，实际上无济于事。既然现在这个美国的态度逐渐明确之后呢，这完全是由于俄国的行动而造成的，所以这个呢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啊。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像泽连斯基这种领袖人物呢，他虽然他有很多的功绩，但是他在这个乌克兰的就是说暂时既然采取一些极端措施啊，美国也有微词啊，不是同样的批评，比如说选举啊，对这个媒体的这个控制啊，这个东西没有必要，我觉得当然这个东西呢，美国政府呢，它也是这个有一定的对泽连斯基有一定的压力啊。至于说这个泽连斯基对中共的幻想，当然这是美国很大的一个心病，他从来就没有这个对中共表示很明确的态度，最近稍微有一点这个说法。所以说呢，美国对他这种转变呢，也是乐见其成，因为中共一直是这个机会主义一个国家，他是希望在战争期间大力支持俄罗斯，然后给俄罗斯提供武器，提供这个财政上的援助，使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上可以继续打下去。那么同时呢，中共呢还想占乌克兰的便宜，就是说他对乌克兰战后的重建呢，他也想有一些企图。那么美国也看清这一点，所以美国一直跟乌克兰跟泽连斯基施加压力，说你对中共呢要表明态度，然后呢，尤其是战后重建的问题，你一定要跟美国签订这个经济上的合作和重建的条约，不能让中共像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和这个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10几年、将近20年的仗，然后呢牺牲了数千名美国士兵的生命，然后投入了不知道多少这个钱，但最后呢，
签订重建条约的是中共，不是这个美国，所以说美国不愿意吃这个亏。泽连斯基在这个态度上他有转变，但是转变的还不是特别彻底，所以这方面要两个方面来看。所以说总的来讲，就是说美国从来没有把乌克兰当作不是朋友，都一直是朋友所以我觉得呢，美国的好意呢，应该从这个地方去解释。这那个台美之间呢，就像好像说这个美国从去年开始就帮着跟外面解释，说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啊，不牵涉到台湾那等于说反驳这个中共说，因为2758号决议啊，把台湾主权给了中共美国是等于说反驳这个事情嘛，对。那么最近呢，又看到说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也讲说，台湾地位其实是未定的。从波茨坦宣言呢、开罗宣言呢，并没有把台湾主权给了中共那也说这个日本在旧金山合约里面也没有说台湾主权给了中华民国或者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不是美国现在对台海的这个定位比较走向清晰了？本来比较模糊，现在是不是走向清晰了？从美国内部来看台湾的地位在美国的政策中间从来都是清晰的当然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这个不是一种理论，这是一种现实大家知道这个2758号决议产生于1971年。那么1971年的时候，当时尼克松政府他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但同时呢，也希望台湾在联合国留有一席之地。那么这样子的话，后来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达成，但这个技术上的原因并没有解决美国的基本的国策，就是说台湾的地位在2758号决议上，不管是文字上，不仅是文字上没有提，在理念上也没有达成，所以说台湾的地位一直就没有定。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就是这是一个根本的国策。所以说现在美国在台协会他提出这些观点呢，从美国的内部人士在这个内部处理这个政策方面的人士来讲，一点都不奇怪这个台湾地位呢，实际上你要再往前走一走，你从这个台海隔离的时候，就是韩战开始之后，1950年6月份之后，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美国和台湾和中共，它基本的这个出发点就是说，大陆和台湾它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这两个政治的实体在这个90年代的前期以前基本上就是为了争一个东西，就是说谁代表中国。那么90年代之后呢，这个从这个李登辉时候开始呢，他觉得好，我们不跟你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代表中国，但是呢，谁代表台湾呢？我们自己代表台湾，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实质那美国承认这个现实，就是说不管是从1972年的上海公报开始以来，所有的公报都说这个两岸都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呢，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个，绝对不能使用武力，你使用武力，美国就干涉，这个是一点没变的。第二点呢，就是说，任何台湾问题解决的前途就必须要两岸人民同意。当然，台湾人民自己他不会同意这个和中国合并或者被统一。所以说，总的来讲，就是台湾的政治地位、台湾的前途，它呢还是没有被国际社会的承认，没有定下来中共的强词夺理，觉得这2758号决议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的。所以美国对这个问题一直是一如既往，没有任何改变。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当然我以前的这个顶头上司庞佩奥先生像这些人，而且逐渐很多的国会议员，还有美国政府人，他也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关于台湾的地位的问题，不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不是一个就未来是不是台湾会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和独立的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承认台湾的现实。我们说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那么现状是什么？实际上美国很多有识人士就说，现状就是实际上事实上的独立。这个独立呢，主要是要有没有国际上的承认。那么美国现在很多人是说我们应该承认庞佩奥先生当然他是这方面的很积极的一个人士了而且这个呢也会得到国际上的很多人的认可。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美国外交政策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人民自己要搞清楚这个怎么样定义中华民国。你中华民国是不是还包括中国大陆，还包括蒙古包括很多地方还是中华民国就是台澎金马，
这个问题呢是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这个呢，台湾我希望有一个民主的程序，慢慢就清楚。实际上，绝大部分台湾人他都觉得现状呢就是跟中国分开，这就是一个事实。因为这个前年有一个这个国际法的权威啊，叫做 James Crawford，他好像讲说啊，台湾从很多方面看呢，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没有被国际承认呢，就台湾有2件事情没有做啊。第一个就是说，你宪法里面搞了一个什么一中宪法，所以变成说你自己本身定位啊，跟中国是混淆不清。第二个，他说啊，台湾人并没有啊毫不模糊的宣称自己拥有台湾的主权啊，所以他因为这2个问题呢，所以台湾的这个独立地位没办法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啊，他是这样讲的。所以当然过去台湾如果讲说我要正名制宪，就是把这个一中宪法这个废掉，把中华民国名字民号国号改掉，很多说这是中共不可以侵犯的底线，如果你这样做一定引起战争啊。甚至新加坡这些都有一些警告台湾，说你不要玩得过火。当然台湾就很生气啊，骂那个新加坡，你说管到我们这里来。如果说这个中共对台湾的这个领土诉求，美国都不承认，那么是不是说台湾呢应该找个时候就做2件事情，就宣布台湾就主权独立国家，第二个废掉这个一中的宪法啊。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引起什么样的这个后果？您这看法呢？大家知道这个不承认台湾这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实际上这个大家想想，这以色列在几十年里面，国际社会很多都不承认以色列到现在为止很大一部这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的国家都不承认以色列有存在的权利啊。这样子的，那么以色列国家他觉得你承认不承认，就是我就自己发展自己的，我就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我自己管理自己，自行实行自己的民主机制啊，发展自己的经济，这跟台湾呢有一比。但是呢，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不是说台湾是有没有这个权利和这个义务去修改自己的宪法，按照现存的这个事实来行使自己国家民主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关键的问题，现在阻止这样事情发生的就是一点，就是中共的武力的威吓。就是说，你要是稍微一说这个修改宪法，那我就用战争来威胁你。蓝营党的人他也没有理由去反对这样。他现在这个跟绿营主要的这个争论，主要的不同的点就是说，哎，你们要做这些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中共就打你啊。那么美国现在已经给你说，哎，我们美国坚决反对任何一方用武力来改变现状。所以说蓝营这种论调呢，它可能有一定说服力，但是呢，不是真正的这个道理。这个事情当然是台湾内部的问题，这个是不由我这样的人来评论的。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就是说台湾从各个方面，从它的这个治国的这个基本的机制，从它的这个政府的结构、民间的行为，都是一个具有主权国家的完整的这个定义啊。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讲不是这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人民怎么样去度量这个中共的战争的威胁啊。如果说你要被中共的战争威胁吓倒，那你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这就是几十年中共对台湾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它是以武力，非常蛮横的武力来阻止台湾社会进步，然后国际上的一个空间的争取。台湾那个远景基金会那个赖一中博士啊，他提出一个很有趣的主张，叫做战时贺主，好像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啊，台湾应该事先争取啊，像美国、日本啊，跟讲说，如果他动武，你们就支持我宣布独立。